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但伴随而来的，除了无尽的便捷与过嘴瘾之外，还有一些负面影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高血糖，这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体内血糖持续升高，导致胰岛素活性减弱，那么就可能会诱发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并发症，后果是非常危险的。邻居梁阿姨今年已经67岁了，10年前，梁阿姨的血糖就一直忽高忽低，降压药也是时刻不离身，所以梁奶奶算是老糖友了。自从梁阿姨知道自己患上高血糖之后，在饮食上一直就十分注意，像一些碳水、米饭是一点都不碰。但是10年过去了，梁阿姨的血糖依旧是时而复发，时而平稳，搞得梁奶奶也是十分苦恼。但因为不想破费，就一直没有就医。后来碰到了社区义诊，梁奶奶才去做了检查。专业医生告诉梁奶奶，高血糖饮食确实需要尤其注意，但是梁奶奶的做法太绝对了。像日常常见的米饭、馒头、面条，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得会吃。米饭、馒头和面条，哪个更容易升高血糖？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了解这一名词 GI 值。GI Glycemic Index 全称为血糖生成指数，这是用于衡量一种食物中的含糖量对血糖的影响。如果一种食物在消化过程中能迅速分解并把葡萄糖释放到身体各系统，就属于高 GI 食物，反之就是低 GI 食物。以常见的面条、馒头和米饭来比较，馒头升糖是最快的，为 88.1， 其次为大米饭 83.2， 面条为 81.6。 那么高血糖患者应该怎样吃？一、粗细搭配。米饭、馒头和面条这些常见的精细食物确实比较容易升血糖，对于糖友来说，应当控制用量，但是同时也要搭配一些粗粮，比如燕麦、糙米等，因为大部分粗粮都富含膳食纤维，利于消化。二、副食不能少。高血糖患者除了主食不可少之外，应当搭配大量的蔬菜、鱼、肉蛋白等辅食，这些食物当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可以控制血糖、血脂，同时它们在胃肠道中停留的时间长，消化吸收较慢，既有饱腹感，同时也会减少血糖的波动，能够改善糖尿病患者容易饥饿的症状。稳定血糖，除了饮食之外，还要注意这2方面。一、控制体重，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体重超标不仅不利于日常活动，对于血糖的影响更是非常大的。因为肥胖会延缓人体对于胰岛素的反应，不利于控糖，并且肥胖还会导致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疾病，所以控制体重尤为关键。二、减压。当大家精神老是处于紧张的状态，肾上腺就会分泌出更多的皮质激素，这样的激素会让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血糖数值就会上升。希望大家平常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